我们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的疗效反而是次要的，这也是中医中所讲的思想的体现。我们称为过犹则不及嘛，凡事勿过度啊。开始任何新的运动计划前尤其是有明确的基础疾病的观众朋友们，最好先咨询一下你们当地的一个医师，就是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上来之后就加强度我们要倾听自身身体的一个感受，因为身体往往提示的是最好的我们可以每天只做5分钟的快走或者说老师我拎着米袋走5分钟行吗？也是可以的。从扶着墙做2到3个不求幅度的深蹲开始动作尽可能做的规范一点因为稳定远比追求次数重要的要多。选择对关节冲击小的一个运动比如说游泳或者说我们骑自行车家中练习我们拎米袋子，拎我们的油桶，其实都有稳定的支持。这需要一点学习和耐心明白了。咱们这个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着我们首先呢要从动开始，是的，我们呢由弱渐强，一点一点的，咱们再加强这个运动量，要保证我们是有效运动那其实也讲到了，就是说我们有效运动呢，能够能降我们的这个三高，对吧？能够稳住我们的三高。那这个很多叔叔阿姨这个顾虑也有就包括这种对身体的爱护跟谨慎它其实呢有的时候也会延伸到另外一个方面。是的，对，就是说这个药物，这个也就是说对这个药物治疗的一个态度。一种呢就是说这个叔叔阿姨有对药物的一个过度的依赖。认为说就吃了这个药我万事大吉了，我也不动了，只要这个靠药我就能稳固我们这个三高，那我就不动了，对吧？另外一个叔叔阿姨呢，他会容易说这个就都会对这个药物有着怀满一个这个怀疑跟恐惧，总想着说这个是药3分毒，能少吃就少吃，能不吃就不吃，或者是说呢这个自己随意调动。甚至有的叔叔阿姨呢还寻求偏方了对，这种就是与药物较劲与博弈的这个心态，它会不会也同样干扰着我们这个三高的一个控制呢？它也会成为我们一个隐形的推手呢？其实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使用药物的时候呢，就要保持一个信任的状态。我们不信的时候呢，其实不需要服用的。因为在临床工作中呢，我们要医者也很揪心就是让患者自己呢陷入了险境的问题之一。对，因为信任是很难建立的嘛。比如说对待药物的不科学的态度主要有2种极端。大家觉得是危害巨大且往往呢源于对疾病和药物性质的一个误解，或是没有真正意识到药物的一个结构因为我们门诊上所用的药物大多数情况下是结构明确、效果明显的安全其实是很高的第一种呢是自行减药，就是停药或吃停。对就很多叔叔阿姨就是这样。我刚刚好了，降下来了，那立刻就停药了。那这个您得帮我们。其实是最危险的举动。因为很多患者呢吃一段药物之后呢，我们复查指标正常了，我们心中感觉还很好，或者听旁人说老师我晚上所讲的说这药物伤肝肾吃久了之后有依赖，就自作主张把药停掉了。这个很多叔叔阿姨都会做减量了。或者说今天老师我吃了忘吃了，其实这都是大忌。因为我们结构明确或是疗效明确的情况下，其实试过临床验证的所以你需要踏踏实实的去规律服用就可以了所以这4个字很重要，规律服用规律服用。是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三高呢尤其是原发性的高血压或者呢我们看到的2型糖尿病，这形成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身体的阴阳气血失衡的过程。药物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的作用就像呢请来了一位外力的一个帮手帮助你在身体自我的一个调节因为我们自主其实呢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如果能解决问题的话就不需要药物去进行一个外力推手了嘛所以呢帮助你在身体自我调节这个体力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强行的把失衡的这个阴阳气血拉回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安全的状态呢，这个平衡状态往往是药物持续的工作来坚持的。就像你用的是我们这个堤坝挡住了洪水，水位才进行了一个下降，你擅自的撤掉了一个什么堤坝，或是停药了我们失衡的这个洪流，我们的高指标很快就会卷土重来因为我们的洪水它是不会停的，疾病的进展也是不会停的
啊。水库往往就是我们的心脏啊，金花站就是肾脏等下游的器官啊，造成了更猛烈的一个冲击，这时候就其实已经有损伤了，我们也称之为是疾病的一个进展，称之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